唐公子，你四处奔走定是劳累，我为你泡了杯香茶，你可以先坐下歇息片刻。不必了，任务在身，就不劳侧妃了。侧妃赐茶，不接只怕不敬。你表现得随和些，接下来才好套话。别闹了。唐公子不必着急，你且安心饮茶，我自会将宫中的情形一一告知。多谢侧妃。啊，对了，侧妃，你宫中的修炼用物都是何人所用啊？殿下酷爱修行之术，在巡游中与我结识，便将我强行纳为了侧妃。此后，他便常让我做一些修炼用物，灵文符咒与他使用。方才公子所见的净身符便是其中之一。不过，至于殿下为何要此物，又用作何处，那我便不知了。这个裴洛，表面上对将臣一往情深，背后却强抢民女。看来我们猜的没错，他就是狡言违行，这背后一定另有阴谋。那他所用的净身符，可否与我一看？同为术士，自该相助。9位，此物需每日更换，这张符纸便是刚换下来的。如若9位身中，定是每日悬挂于9阁之中。多谢侧妃解惑，我先行告退。无妨，帝君，元旦，我们来日方长。殿下，不知殿下身上一直所佩的饰物是为何物？哦，这个是之前宫中来的捉妖天师，担心宫中妖邪未退，便给了我这千年桃木，驱邪镇妖，用以御身。千年桃木实为辟邪神器，可是桃木性烈难调，若碰到相冲之物，必然适得其反。不如我帮殿下瞧瞧。这个天师就不用操心了，我以左以玳瑁、麒麟角幻土融入其中，助其电照风行，物尽其用。这几味用料颇为讲究，若不是修炼之人，极难知晓。他怎会对术法之事如此了解？难道在私练功法？殿下，有一名天师今日进了侧妃宫里。我还有些政务要处理，天师先自饮吧。殿下请便。其他烛台上皆沾有蜡油，
为何这只如此干净？除非它不是用来点灯的。此处灵力聚集，定是裴洛修炼之所。可惜镇妖符在此，唯有唐周能破，便宜这小子了。这酒不仅有草木粮食气味，还隐隐透出一股血腥之气。我进阁前才发的信号，你来的倒挺快。我是担心你的法力平平，拖累我和颜淡。你们快来看，是之前失踪的那些女子。这些女子是被割喉放血而死，看来并非是妖邪所致，而是人祸。难怪那小子跑得那么快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在他身上设了追踪符。哦，那还不快追！哦。这边，追踪符已破，他发现了。来人啊！有刺客！有刺客！刺客往那边跑了，快追！殿下不必担心，追踪符设有磷粉，灯火一熄，磷粉亮起，暴露无遗。你果然在私练功法。你诈我！你虽为人，为祸之身却远胜妖魔，居然还以桃木符傍身，真是讽刺。
堂堂万妖之王，还不是需要一个肉体凡胎相助？等着吧。别聊了，快点吧。哇，谢了。积血文，以血献祭，皆为邪术。残杀子民，以满私欲，怎配为一方王侯？若有我，天下作甚念，有何要紧？若无我，又何来天下？你为了一己私念，屠戮生灵，陷害挚爱，居然还想把罪名赖在我们的妖的头上！你们身为天师，却携带妖物，道貌岸然，也敢智慧本王？哎，你可是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，可别说把他打回真身这件事，与你无关啊。我与此花有何干系？多说无益。今日我身上这纹路，怕是要多加几道了。我的长生丹就要炼成了，你们拦不了我。唐昭，你的不离锁对花有用吗？法术记下，你是花是人，我皆能将你召回。你要干嘛？我有办法了。林丹，快走啊！一步。严丹，谁让你自作主张了？就该把你关在玉葫芦里。只要能为将臣报仇，这点花瓣不算什么。今日之后，我要带他离开这儿。我说过，我要连你一起抓。这么说就是要开战了。好啊，
为了以示公平，我绝不用妖力。阁下既然这般小瞧于我，那我也不用灵力，一剑分高下。据我多日观察，果然没错。唐州此人性情执拗，爱好打架斗殴，什么事情都要分一个你对我错。你看，这不就开始了？唐公子比武习剑，乃上进之举，我倒觉得颇有魅力。这难道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？果然爱情让人麻木。阁下确实剑法超绝，当为人中英杰。可是为何偏偏不懂得自重，招惹自己不该惹的？难不成想自毁前程？阁下智勇双全，确为妖中王者。但我凌霄派向来以除恶为己任，你，我抓定了。妖中自有好坏，我们野兰山更懂得如何区分惩恶扬善。可是万派之宗，却不分青红皂白，抓捕屠杀，如何服众？驱邪扶正，乃我派宗旨。然，天下生灵皆有善恶之分，我自当恪守教诲，健身明志。还来？等一下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严旦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，万妖之王，野兰山山主。你呢？堂堂未来凌霄派的掌门人。这说出去都是有头有脸、威震一方的人物，而如今却在这里酣战、争强斗勇，这传出去我都嫌丢人，好吗？他竟然是凌霄派未来的掌门，此派掌门向来灭情绝爱，那他……不过我已经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，既然你们两个难舍难分，不如以后我们便一同行动，如何？唐周他身上有顽疾，需要集齐4大神器才能救他的命，不如我们本着仁义之心帮他一把。当然了，你呢？作为回报，你日后若成为掌门人，不可以随意进犯我们野兰山，如何？来嘛，不要那么严肃。江湖嘛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少个朋友天堵墙。再说了，此番我们人妖合作，必成佳话，也可以缓解捉妖师和妖之间的矛盾，这伤亡也会减少。为了顾全大局，你们表个态嘛！好，绝不祸害凡间。必定善恶昭彰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日行一善小队正式成立了。哎，现在大家都是伙伴了，你天天拿那个布里锁拴着我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你不如帮我给他卸了，也算是博一个合作的彩头嘛。来嘛，化干戈为玉帛，以证你的诚心。法术已除，这个镯子就留给你做纪念吧。我自由了，我自由了！我自由了！这种感觉太好了，我再也不用担心晚上睡觉被撞，白天被挡，而且也不用时时刻刻在唐周面前啦。解了这法术也好，这样于公子心里应当好受一些。于墨，他怎么了？这几日来，你与唐公子走得近，我见于公子常常独自行走，凝望着你，
神色甚是寂寥，大概是觉得受了冷落。被你这么一说，好像还真是。最近他的情绪郁郁寡欢，我每每关心的时候，他都说没事儿，而且他不承认他喜欢将臣。我也不知道他这么做是故意为了让我不再担心，还是另有隐情。爱别离之苦，我曾经历过。毕竟他是你的山主，自然不愿意在你面前展露脆弱的一面。但是他不说，不代表真的没事，否则如何解释他的失落？既然你们关系要好，你应当多陪陪他，别让他觉得寒心了。你说的有理，我绝对不能做一个忘恩负义的妖怪。不如明日我将唐州公子约出，方便你们与公子单独相处，你好好开解开解他。受山主大人照拂这么久，现在是我严旦该报恩的时候了。莫伤悲，莫气馁。大好风光在明日。店中小二说，楼上有人寻我。公子见是我邀请，可是失望了。找我何事？生得偶然间得到一副未解棋局，久思未果，想请教公子一番。我不通艺术。怎会不通？不知为何，我每次看到棋盘，或生学艺之念，就会惊慌烦躁，痛心难忍。你曾经说过，你可以看到过往。那么我想请问你一下，为何我每次在梦中看到一位女子在我面前跳桥，梦里我看不清她的容貌，而我每次醒来，我就会自责痛楚？那可是我以前亏欠之人。你竟还记得他？从卜算之象看来，此女子是公子的劫难，并非正缘。公子过往便是受此女所骗，负恨而死，因而现在才会发梦警戒。莫要再亲近于他。若是劫难，那他跳桥我定会心生快意，为何我也会跟着一起痛呢？莲青，你来啦！白日在我的房间，你用了很多笔墨，写了那些美好的词语，
是为了什么呀？你看，这些是我给你做的天灯。近来我看你心绪郁结，要是我对你不管不问的话，未免也太不仗义了吧？我听闻，凡人如果有烦恼的话，他们会把烦恼写在天灯上，然后放出去，这样烦恼就一并消失了。要不要试一试？来，你写一面，我写一面。写完了吗？那我点灯啦。好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？我想看看你写的是什么。哎，不行！小气，还不让看了。想看我写什么之前，我得先看看你的。哎。啊？你随便看，我什么都没写，因为我刚刚想了想，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烦恼。无论是在这儿还是在夜阑珊，我都觉得我过得挺快活自在的。纵然生活中有什么困难，那我觉得也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不想忘记所有的感觉，我想记住每时每刻。既然我已经说了，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写的是什么了吧？好，我写的是：今日你给我送的食盒太难吃了，我一点都不敢动。而且希望你的厨艺能够增长。就这？真没良心！那是我特意给你做的，好吧？前尘往事，不知是否应当坦诚告知。也许只有我瞒着你，你才会一直这般快乐。咱们一起把它放飞吧。好。我再去拿别的。你说这些天灯在天上飞着，会经历怎样的旅途，看到怎样的风景，还真是羡慕。想去看看吗？嗯。既然公子不通艺术，那圣德便为你弹奏一曲，怡情解闷。是。停步！前方是客栈，再向前定会被凡人察觉。有我在，不会有危险的。若是没玩够的话，我再带你去前面看看。不用了，刚刚天灯已经看得够多的了。本来今日想帮你排解心结，没想到又让你带我看了场天灯。无妨，做主公的自然要对莲卿宠爱有加。银娜，小心点儿。谢了。你们谁当废物吗？救不回我父王，我让你们全部陪葬！且恕罪。
欧轩，父，为父大限已至，回天乏术，唯有一事要交代于你。你要尽快与赵兰成婚，掌握南海势力，以固统治。父王您放心，孩儿一定承您心愿，统领四海，延续东海龙族世代荣耀。父。父王！殿下，南海密探来报，南海龙王昭衍秘密离宫，说是要去寻找那9七遗孤去了。赵兰，你竟然还在骗我！我父王刚死，你们就这么着急另攀他主吗？好，我就教教你们，谁才是真正的龙尊。骑兵去南海迎亲。你这个是不是作弊了？哎，我严某人可是赌技超一流，爷来山头号圣手，愿赌服输好不好？你跟盛德就在这儿生活，我跟云墨去找吃的，吃完赶紧赶路。严大姑娘和于公子的感情真好，一刻也不愿意分离。别误会，别误会，我对于墨那是忠心耿耿的主仆之情，是不是？于墨公子好生自在，可是四海即将因你而起浩劫吗？来者不善。来者何人？应元帝君竟然没死，天界称他云神仙士，难道是另有隐情？仙神罹难，不得无礼。仙神？谁呀？他呀？他是仙神？哇，盛德，你果然没有撒谎，你真的是大罗神仙啊你！行啊你！之前都有得罪啊，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。唐周竟是下凡历难的仙神，他到底是何人？尊驾，我乃南海龙王昭衍，老夫绝无违抗天条、阻碍利难之意，实在是事涉四海与家事，还请尊驾切莫插手。尊驾不必客气，我如今为凡人，从前往事一概不知。于墨是我的友人，要我袖手旁观，绝无可能。定是敖轩让你来取我的性命，如果真有本事，来取就是。为何还要给我冠上一个危害四海的罪名？哼，我要你人头何用？老夫要的是四海安平，更要我女儿一世幸福。你是为昭兰而来？昭兰大运婚时，下凡之后，借病将婚期一拖再拖，如今愿意出嫁后，更是郁郁寡欢。我才知道，他竟想牺牲自己终身幸福来换取你的安宁。你可知，逆鳞不仅是翼尾龙的通灵至宝，更是通婚时用以交换世中的信物。你既接受了逆鳞，就该对他负责。你也
幸啊，雨墨！没想到在凡界，我们失散了仅仅月余，你就获得了龙族公主的芳心啊！夜阑珊子嗣绵延的重任提前完成了。闭嘴！这不是为你高兴吗？龙王殿下，此物的意义我全然不知，如果知晓，我绝不会收的。一派胡言！若非你蓄意哄骗撩拨于他，为何你遥想了他的幻心灵，接受了逆鳞，却从未见你来南海提亲？如今婚期将至，赵兰心在你处，逆鳞物在你手，南海被指背弃盟约，你却邪美，到处游玩，悠哉乐哉，为父为君，今日必定要为此讨个公道！哎，龙王息怒，误会了，误会了。我们山主品行正直，绝对不是那种朝三暮四、骗取少女芳心的不义之徒。话说，这很巧嘛，我们夜阑珊其实正在杀鸡宰羊，搜索各地奇珍异宝，准备向招兰姑娘下聘呢。闭嘴！这不缓和下气氛吗？事到如今，我必须到南海见招兰一面。太好了，那我现在回夜阑珊跟您准备接亲一仗。你闭嘴吧！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要娶她。也是，堂堂的南海公主，让人悔婚作妾，于理不合吧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跟招兰绝无可能的。况且我早就有心仪之人，我跟招兰也从来没有任何越矩的行为。果然还是忘不了将臣。他将此逆鳞赠送给我，就是为了救我性命。现在我才知道此物的意义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必须要把逆鳞还给他，并且告诉他我真正的心意，不可能让他因为我的安危而错嫁不爱之人。颜淡，你陪我一同去吧。我啊，不行，除非我也一起。不可！是这样的，我从前在师门的时候，曾听闻过神仙罹难一事。这神仙罹难，若是罹难未尽而肉身殒命，只怕再也无法归位回天。唐公子如今只是肉体凡胎，水族又恰逢异主，势力不稳，若贸然卷入其中，怕是风险太大。不要紧，昔日我遇难之时，相救的小仙曾和我说过，我仙衣破损，若无四大神器修护的话，早晚仙里会外泄而死，所以我早已无所畏惧。我不跟着去，让捉到手的小妖跑了，倒是得不偿失了。那行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们4个一起去呗，先解决了于梦的桃花劫，再送圣德回师门，这样行了吧？赞成。赞成。正好我在师门的时候，会一些修习补元之术，能助唐公子稳定些许仙力。帝君下凡罹难，若无仙衣保护，神器御身，必会神形俱灭而亡。除非他再服下半颗邯郸之心。尊家，为了不干涉尊家的罹难，只能委屈您在龙宫中蒙面，还请上神见谅。
老夫的家事，竟然还要劳动尊驾，实在是让老夫惭愧不已呀！啊，请。哎，这唐周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连一海之主的南海龙王都对他这么毕恭毕敬的，难不成他是戏折子里说的大罗金仙？圣德，你可知道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吗？严大妹妹未免也太会说笑了。欲晋升仙阶或犯了错的仙家，才需下凡历难。一般位列上神之尊者，无需遵循。天界谪仙众多，身份尊贵者云云，我们不必费心猜测。哦，圣德姑娘，懂得还真多嘛。严丹，我听你这话的意思，我这个靠山啊，你算是靠够了，要不然换个新靠山靠靠。哎呀，此番游历，我总算懂得了一个道理：求人不如求己。再说了，我就算要找靠山，当然是主公这种亲切的靠山啦。聪明。走吧。殿前亲卫乃本王亲选，没有虎符，不得变动。你们是谁？昭衍殿下莫怪，我东海仪仗队久待数日不得入门，本王只得亲自来接我的宝妃。父王，他早在宫中安插了自己的人，你一走，他便带兵攻入殿中，大开杀戒。皓轩，你住手！皓轩，你虽继位东海龙王，我也是南海之主。今日你带兵攻入我南海，杀我亲卫，掠夺我女，我是天条，无视天规。昭衍，你暗中私会于墨，还让这贼子于墨率其亲信闯入南海，欲抢我王妃。我出兵相助，接管南海，是理所当然。帝尊又奈我何？哼，皓轩，你不要狂妄自大。幸亏我及时发现昭兰的心意，没有酿成大祸。即便她没有心上人，我也绝不会让她嫁给你这般残暴狠毒之人。你和昭兰联手哄骗于我，如今又将我的迎亲队拒之门外，如此奇耻大辱，我焉能忍气吞声？你纵使身居尊位，南海龙王毕竟是你的长辈，你这般贸然杀入南海，伤人掠夺，和盗匪有什么区别？我继位龙王，乃是四海之主，凡界之中以我